I don't wanna die young, don't wanna get old and stay so warm that my heart gets cold. So tell me there's a reason, there's something upstairs. Good morning， 欢迎回到我的曼谷第2集。对了，上一集还没给大家看过我们的 Airbnb， 这一集就先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 Airbnb 吧。我们这个 Airbnb 是 2 B， 然后一个晚上才56美金。这栋楼应该算是一个 luxury apartment， 我们在顶层，隔壁就是健身房，然后上面是露天的游泳池。整体来说，我们非常满意，比预期的还要好很多。这是顶楼的泳池。我们要来继续试吃昨天晚上买的这些 7-Eleven 的美食。这个是虾饺，好像应该是要的。蒸蛋，看这2个蒸蛋，是怎么样呢？好的，还不错啊，很嫩哎，有点烫就是。这个还有香菇哎。我觉得这个比昨天那个三明治成功，昨天那个三明治感觉挺一般的。这个蒸蛋推荐，超级嫩，味道也很好。看看就这样一小碗，这个一个多少钱来着？忘记了。340，还1块钱吧1块美金？没有1块钱好像。泰国养乐多，这个也是超多人推荐的，并且我们试了，味道还不错。泰国这个叫益什么来着？益生菌，不是益生菌，叫益什么？益什么的大？我觉得跟养乐多没啥区别呀。对，味道一样。对，就是养乐多这么大罐一罐。这个是馄饨，据说也是 very good， 比起 Costco 的怎么样？还可以。他们这边几乎每2-3条街就有一个 7-Eleven， 然后你可以每条街都2个。每条街这么多？每条街，不觉得吗？我们一路过来，但是每一家还是有大有小的分别的。据说是大的2个大的中间就会夹个小的。这个是虾饺，这个其实是不用打开来放微波炉的，但是我们打开了，所以皮有点干。不是虾饺，它就是烧麦，虾烧麦。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蒸蛋是我们的，对，推荐，我们还会回购。等我们再吃了新的东西再来推荐。好像不是2种味道吧？还有其他种味道。什么东西？蒸蛋？对啊。四面佛是印度教3大主神之一的梵天，民间俗称它为四面佛，但其实它是神，不是佛。曼谷的这座四面佛又被称为有求必应佛，因为实在是太灵验了。四面佛的4面分别代表了健康、事业、爱情、财运。如果你的愿望实现了，别忘了要回来还愿。可以在旁边买点贡品，或者请旁边的舞蹈队跳个舞，因为据说四面佛很喜欢舞蹈。
曼谷是个很适合逛街的地方，主要有几个商圈，比如市中心品牌齐全的 Central 商圈，更年轻潮流的暹罗商圈和贵妇系的 EM 商圈。每个商圈里面都有几家不同的商场，还有一个就是河对岸这几年刚建的，现在最火热的 Icon。不过正好我们下个影片会带大家到那边逛一逛。这里1楼有个日本记。You don't need no card trick. You don't need no sleight of hand. Don't need a rabbit or a hat to help me understand. I don't need convincing. It's so easy to see.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is magic to me. It just comes so natural. You don't even have to try.When we touch, the fairy dust makes me wanna fly. I used to be a skeptic, but you're making me believe.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is magic to me. 我们现在要先去顶楼，顶楼都是吃的，还有一个川菜馆、川餐馆。光喝的好像就10几种吧。结果我们又来了顶楼的鼎泰丰，不过这家好像 menu 跟美国还有迪拜的都不太一样。对面还有鲜芋仙。你要喝的吗？这个是醉鸡，之前在其他家店还没有看过的，不过还挺小份的。这个醉鸡的味道就像自己买那个糟卤泡的很香。这个暹罗广场都是泰国版出的，百丽宫一传是一线大牌，但是没有不起。这个是芋泥卷，红油抄手，这里对，要入手。蟹粉小笼包。旁边这家是网红泰国餐 Nara， 这边真的超级多吃的，然后还有一分堂，还有各种什么韩国餐、日本餐啊，什么都有。早知道我们今天早上都不用吃了，直接来这边吃一大堆。呀，那个车品也很重要，对。我们还是有职责在身上的。这家是最有名的甜点那家 After You， 但我现在有点困，不想吃太多的糖和 carb。这里还有一家日本药妆店，我要买杯咖啡清醒一下。มันม่วงนมสด Can I have large ice Americano? This one? Americano 哇，你喝好快啊！冰太多了，都让它去冰了。总结来说，曼谷真的是个很适合逛街的地方。如果你只能选一家逛的话，我会推荐 Icon Siam 或者 Central World， 里面可以说应有尽有，吃的也特别多。
It's magic to me. 这边有点像日本城，就是这个商场里面好多日本的商店呀。不过这边比刚刚对面的那个百乐宫，感觉应该价位会低一个档次。他们两个想去剪头发，这里多少钱啊？这边应该比对面那边便宜。我不知道上面这个下面什么区别。700。来了曼谷的一个夜市，这家是新开的，原来拉萨火车夜市那边已经关门了，然后那边的摊位都换到了这一边，所以还是有那边很著名的火山排骨。我们现在第一家就来试一试这家火山排骨怎么样？我们其实没有点最大号的这个，但是这个也已经很多了。最大号那个跟火山一样，真的超级大。但是我们3个人应该吃不完，所以就点了个小一点的。然后还点了一份凤爪。吃完等一下再去找一找那个非常有名的水果西施。看了，据说挺辣的，哎，直接把肉剥下来吃就可以不用烤了。我已经闻到味道了。我那天住的那个地方，它酒店明确的写不能有榴莲，不能带榴莲。可以尝个小块的。我们现在继续逛一逛，看看有没有那个水果西施。好像就是水果西施，在抖音上很有名的，身材很好的姐姐。我们要光顾一下西施的生意，竟然拍了她。就是豆腐西施，不是水果。你想吃豆腐？
给 Anthony 做的。味道怎么样？有什么特别的吗？问他呀。就那个橙汁的味道很重盖过了芒果。Anthony 今天剃的发型，侧面45度角，感觉非常的泰。之前在意大利剃的是 Kris Jenner。所以大家以后再来泰国找西施和去夜市，不要去那个拉叉火车夜市，那个已经永久关闭了。这个叫 Jut Fairs， 这边其实还挺干净跟挺 organized 的。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吧，记得帮我点个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我们明天再见，拜拜。